俄罗斯失去波罗的海出海口，瑞典加入北约后，波罗的海成北约内海。2月27号，匈牙利同意瑞典加入北约。瑞典正式加入北约后，除了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全部成为北约成员国。1. 瑞典与波罗的海。瑞典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是北欧5国之一。该国西邻挪威，东北与芬兰接壤，西南濒临斯卡格拉克海峡和卡特加特海峡，东边为波罗的海和波蒂亚尼湾，与丹麦、德国、波兰、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隔海相望。瑞典总面积45万平方公里，是北欧面积最大的国家。15%的土地位于北极圈内，总人口为1056万。瑞典的3大资源是铁矿、森林和水利。该国的铁矿储量为36.5亿吨，是欧洲最大的铁矿砂出口国。森林覆盖率为54%，每年可利用的水利资源为2014万千瓦。此外，瑞典还有铜矿、铅矿、油矿等，但储量一般。到21世纪初，瑞典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就持续下降，农业劳动人口只占全国就业人口的3%左右。瑞典的优势工业部门已经转向了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在医药、电讯、软件、远程通讯、光子领域，瑞典都位于世界领先地位。波罗的海位于北欧，是世界上盐度最低的海，长度1600公里，平均宽度约190公里。波罗的海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欧洲大陆之间，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咸水水域，面积42万平方公里。该海域平均深度为55米，最深处约459米。木材和海鱼是波罗的海的重要出口商品。该海域周边有众多港口，比如芬兰的赫尔辛基、波兰的什切清、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与圣彼得堡。尤其是圣彼得堡和加里宁格勒，这是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圣彼得堡是俄罗斯的第2大城市，面积约1439平方公里，人口大约55万。它是一座综合性工业城市，是俄罗斯4大工业区之一。这里的机械、造船、电机等产业都十分有名，产值可以占到俄罗斯总体的6%，而且这里还是俄罗斯海军舰队的总部。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最小的州，从加里宁格勒出发到波兰首都华沙大约400公里，到柏林、哥本哈根以及斯德哥尔摩的距离都在600公里左右。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的贸易港和渔港，工业的基础领域有造纸、燃料、机械制造、造船业和琥珀开采加工业等。加里宁格勒自然资源比较缺乏，工厂所需的90%的原材料主要靠铁路和汽车从俄罗斯本土运进，而80%的电能都来自俄罗斯本土。2. 瑞典或将于今年7月加入北约。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芬兰与瑞典放弃原本的中立国地位，在同年5月申请加入北约。2023年4月4号，芬兰正式成为北约第31个会员国，这是自2020年以后北约首次扩容。在芬兰和瑞典递交加入北约的申请书后，拉脱维亚外长表示，波罗的海正在成为北约海。2023年3月22号，瑞典议会批准了政府关于加入北约的提案。按照北约程序，吸纳成员国需要所有成员国的一致同意。之前，土耳其一直不愿接纳芬兰与瑞典。在今年1月23号，土耳其正式批准瑞典加入北约。土耳其松口之后，只剩匈牙利还在坚持。美国及其北约盟友也在向匈牙利施压，因此2月27号，匈牙利最终同意瑞典加入北约。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对波罗的海沿岸的局势将产生重要影响。至此，波罗的海的沿岸国家只有俄罗斯未加入北约。2月27号，立陶宛驻瑞典大使表示，在瑞典加入北约后，波罗的海将成为北约内海，并威胁称，如果俄罗斯挑衅北约，那么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沿岸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将被中立化。俄罗斯对此回应道，波罗的海永远不会变成北约内海，俄罗斯将不会对任何北约国家构成威胁，但是也不会无视可能威胁自身利益的举动。3. 北约扩张是否真的维护了地区安全？北约成立于1949年8月24号，成立目的是为了遏制以苏联为首的东欧国家的发展，同时与马歇尔计划相配合，维护美国在欧洲主导地位。因此，北约总部设在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北约成立初期有12个成员国，苏联解体后，北约承诺不再东扩，但是1999年北约开始了第一次东扩，
经过一共5次东扩后，罗马尼亚、北马其顿、克罗地亚等国都成为北约成员国，绝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加入其中。北约一直渲染俄罗斯威胁论，宣称扩张是为了维护欧洲的和平环境。那么，北约东扩真的带来了地区稳定吗？很明显，没有。北约一次次扩张，将边界扩展至俄罗斯边境，严重挤压了俄罗斯的生存空间。芬兰和瑞典的加入，使北约在北海与波罗的海沿岸的威慑力进一步加强，便于限制和监视俄罗斯海军和北极地区。而且在2023年12月6号，美国与瑞典签署协议，美国可以不受阻碍地进入瑞典17个不同的军事基地，并在基地内部署人员、储存武器弹药。这意味着北约可以将大炮直接架到俄罗斯家门口。北约的步步紧逼使俄罗斯做出了相应的战略部署。俄罗斯计划组建新的莫斯科军区和列宁格勒军区，并不断加强在加里宁格勒的军事部署。美国分析认为，俄罗斯在加里宁格勒的驻军规模有可能发起小规模登陆战或威胁北约补给线。就近距离和远距离打击、核打击而言，俄罗斯的火力和射程都超过北约在这一区域的成员国。北约与俄罗斯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局面，欧洲地区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